欢迎来到2025赛季 F1 小都会大奖赛。2026新赛季还未开始啊，所以本场比赛依旧属于2025赛季10支车队与20位车手的第25轮较量来到了小都会。小都会呢是一座乐高城市，第一次办赛在2024年。通过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小都会的市中心区域和前一年相比也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本次比赛为街道赛，赛道由市中心的街道围起来而成。画面中的是全市最高楼威利斯大厦。我们来看到赛道非常的简单啊，经典的街道赛布局，主要由直角弯和直道组成。赛道全长3.1415公里，正赛需要跑80圈。赛道纪录由诺里斯于2024年创下。小都会赛道一共有2段 DRS 区，但是它的弯角数量是全年赛例最少，仅有6个弯角。我们来看到赛道的第一弯，弯道在小都会警察局面前。去年勒克莱尔在这里内线超过了里卡多，这里也是整条赛道中一个比较好的超车点。2号弯在小都会轻轨的铁轨下方，上届比赛维斯塔潘想要在这里内线过掉汉密尔顿，但两车发生了碰撞，导致了维斯塔潘的退赛。赛道的4号弯在市中心，同样也是2024年，维斯塔潘和诺里斯的缠斗非常焦灼啊，最终却在4号弯发生了碰撞，诺里斯在这次碰撞后退赛。本次贝耐力带来 C3 至 C5 的轮胎配方，比较的软，所以预测的进站策略都会是2停，以增加比赛的变数。其中红胎最快，白胎最耐磨。我们来看到本次比赛的发车顺位，阿尔宾的车手克拉平托排在第20发车，身前是哈斯车手奥康。奥康的队友贝尔曼从第18起跑，旁边是索博车手博托莱托。第16位发车的是来自阿斯顿马丁的斯托罗尔，阿尔宾的加斯利挤进了 Q2， 从第15发车。上一届小都会大奖赛的冠军阿隆索将从第14位发车，身边的是红牛车手角田裕毅。汉密尔顿从第12位起步，看来这个赛季也是比较挣扎。小红牛的劳森从第11位发车，第10位的是威廉姆斯的阿尔本，第9位的是索博车队的霍肯伯格。哈加尔的排位表现依旧亮眼，从第8位起跑。塞恩斯在他的身前，从第7位起步。第3排由梅奔的2位车手占据，安东内利这次排位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拉塞尔。第4勒克莱尔，第3位起步的是维斯塔潘，他们是本次比赛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而在前排起跑的是迈凯伦的2位车手，皮亚斯特里从第2位起跑，兰多诺里斯连续2年拿到了小都会大奖赛的杆位。好，我们看到车手们都已经在发车格准备。诺里斯从杆位起跑，很有希望再拿下一个分站冠军。而第2起跑的皮亚斯特里肯定也是对队友虎视眈眈。再往后的是维斯塔潘，今天能否再次挑战迈凯伦双子星呢？时钟指向了2点，暖胎圈开始。1圈过后，车手们陆续回到了各自的发车格。克拉平托殿后，医疗车也已经准备就绪，各车队领队们也屏息以待。好，后方绿旗挥动。2025赛季小都会大奖赛，灯灭，比赛起跑。皮亚斯特里的起步非常不好，维斯塔潘和勒克莱尔都已经超过了他。第1弯之后，皮亚斯特里还在往下掉，诺里斯安全领跑，来到大直道，维斯塔潘紧跟在他身后，但暂时无法超越。勒克莱尔上升至第3，安东内利第4，皮亚斯特里则掉到了第5，非常浑绝的起步啊！我们看到后方是不是有人冲出了赛道？2辆车，其中1辆好像是索博。赛会出动了安全车，说明赛道上有事故，所有车手需要降速且不准超车。我们看到在2号弯，这里是斯托罗尔和博托莱托发生了碰撞。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博托莱托锁死了轮胎，转不过弯撞上了斯托罗尔，2位车手安然无恙，已经从赛车中出来了。赛道的工作人员开始清理事故现场。我们来看一下车手名次，皮亚斯特里下降了3个位置，角田上升2个位置，奥康上升了4个位置，
现在皮亚斯特里想挑战诺里斯就有点难度了。赛道清理完毕，安全车准备进站，比赛马上就要重启了。诺里斯开始压车，维斯塔潘紧随其后。诺里斯开始加速了，后方车阵也赶紧提速，都咬得非常紧啊。诺里斯的重启没有问题，我们看到皮亚斯特里咬住了安东内利，准备在发车直道抽头。来到1号弯，前2名车手顺利通过，皮亚强插内线顶到了安东内利，安东内利的赛车居然没事，还在拉塞尔的身前，皮亚的名次上升了1位。我们看到后方角田在1号弯内线拼晚刹车，成功超越了阿尔本，来到了第10位。后方汉密尔顿也在追劳森，在大直道上两车距离很近，现在还没有 DRS 可用。3号弯劳森稍微有点走大，汉密尔顿走内线，在4号弯并排守住弯心，超过了劳森，看起来红胎的节奏很不错啊。第14圈，角田今天状态极佳啊，已经超越了霍肯伯格和哈加尔，来到了第8。汉密尔顿也超过了阿尔本。我们来看到前方的争夺，维斯塔潘拿诺里斯没什么办法，倒是皮亚斯特里追定了勒克莱尔，勒克莱尔能否守住呢？我们看到勒克莱尔已经开始变线防守。3号弯和4号弯，两车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段慢速组合弯中，迈凯伦非常快。到发车直道，皮亚已经在勒克莱尔身后，这一圈皮亚就可以用 DRS。这一段直道皮亚还跟得不够近。来到大直道，皮亚开启 DRS， 勒克莱尔需要努力防守。勒克莱尔在3号弯前走防守线，扎得比较深，皮亚顺势走了一个交叉线，在4号弯前拼了一个晚刹车，成功超越了勒克莱尔。皮亚斯特里重回到了领奖台范围内，勒克莱尔来到第4。第20圈，我们即将来到预测的1停窗口，用软胎的2位车手居然也还没有进站。哎，勒克莱尔要进站了。这会给前方的皮亚斯特里带来一点压力。勒克莱尔进站，一大票车手都选择在这一圈进站，2.9秒没有问题。勒克莱尔出站刚好卡在了队友汉密尔顿身前，汉密尔顿此时还没有进站。勒克莱尔的窗口很不错啊，前方没有车，这个出场圈可以全力往前推。哎，有人撞了，是克拉平托。他的赛车停在了发车直道上，赛会直接出动了红旗，所有车手都需要回到维修区。那么刚刚已经进站的车手，包括勒克莱尔，都亏大发了。转向过度上墙了，阿宾的车还是比较难开啊。好在车手没有问题，赛车都回到了维修区。好，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开始清理赛道。红旗情况下可以换胎。所以刚刚没有进站的车手或多或少都赚到了。汉密尔顿从第12位起步，现在已经到了第7。阿隆索也赚到了，刚刚没进站，上升了6个位置。我们看到赛道已经清理完毕，比赛要重启了。车手们在安全车的带领下驶出了维修区，准备第2次静态发车。大部分车手换上了硬胎，迈凯伦的2位车手换了新的中性胎。好，车手们陆续回到发车格。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怎么会是角田？他刚刚不是还在积分区里吗？怎么突然最后了？我们看看回放，是红旗前一圈的进站。慢了，右后胎拆不下来。哎呀，换了个气枪，总算拆下来了。其他车手都已经超过了角田，12秒的换胎啊！我们看到周冠宇在法拉利的坯房，去年他在这里站上了领奖台。我们回到比赛，2025赛季小都会大奖赛的第2次发车，灯灭，比赛再次起跑，诺里斯直接往里挤压维斯塔潘，可是错过了刹车点，维斯塔潘直接超过了诺里斯，上到了第1名。诺里斯这波是得不偿失啊，直接把位置送给了维斯塔潘。来到第53圈，大部分车手之间的距离都已经拉开，两辆法拉利身后是阿隆索。阿隆索的身后形成了一辆 DRS 火车，谁也超不过谁，一直到第11的霍肯伯格之间都咬得比较紧。维斯塔潘正在稳定的领跑，身后的迈凯伦呢也没有提速去追击，看来大家都在跑自己的节奏啊。Do you want to box the other car first? Yeah, we'll do that. We'll swap it round to stay out. Well, only if he doesn't undercut. Otherwise, I'll box first. There will be no undercut.
Oscar, we box this lap. We box this lap. 哎，差不多也是2停的窗口了。车队这一圈打算让皮亚斯特里先进站，诺里斯还在提亚里担忧皮亚会不会通过早进站翻掉自己。车队告诉他这不会发生啊。好，我们看到皮亚斯特里进站，皮亚的身后也有很多车手进站2停了。2.2秒，很快啊！一圈过后， Box this lap. Box this lap. 维斯塔潘和诺里斯也要进站了。我们来看诺里斯的换胎。哎，怎么回事？右前，哎呀！维斯塔潘换胎2.4秒，诺里斯5.9秒啊！皮亚斯特里这个出场圈推得很凶啊！维斯塔潘出站依旧是第一，皮亚斯特里来了，他成功翻掉了诺里斯，来到了队友的身前。迈凯伦这是又搞砸了吗？会不会有让车呢？第63圈，我们看到2台梅奔和2台法拉利都是谁也追不上谁，他们之间都隔了2-3秒啊。拉塞尔这场速度没有队友快啊。Steering, same again. 哦，拉塞尔的转向系统又出问题了，后方阿隆索依旧是火车头，只有霍肯伯格通过进站超过了哈加尔。迈凯伦的2位并没有交换位置啊，之前的车队指令饱受观众诟病，看来这次 You are allowed to race Oscar Papaya rules. 果然这次让他们俩自由竞争，只要他们能遵守木瓜规则 Papaya Rule。诺里斯追的是越来越近了，2号弯前打开 DRS 抽头，皮亚也往里挤压，不给诺里斯机会。来到大直道，诺里斯依旧拥有 DRS。3号弯，皮亚依旧在前，诺里斯尝试了不同的线路。4号弯，诺里斯想要抢弯心，但是皮亚提前往左变线，但诺里斯更宽的线路在出弯更有优势。通过最后一个 chicane， 来到全油门发车直道，诺里斯的出弯明显更快，他能不能？哎呀，2台迈凯伦发生了碰撞。我们看到诺里斯直接停在了直道末端，皮亚开进了逃生通道，左后悬挂也断了。Are you all right, dude? Yeah, I'm sorry. It's all my bad. All my fault. Stupid for me. 诺里斯表示自己没事，但提亚里说是他自己 stupid 了。安全车再次出动，有人要进站吗？维斯塔潘已经开过了维修区，没有办法进站。2台梅奔就在迈凯伦身后不远，车队根本来不及反应叫他们进站啊。安东内利和拉塞尔都已经错过了维修区入口，但是2台法拉利可以进站，因为阿隆索在他们身后将近20秒啊，在安全车下的进站窗口不过17秒，法拉利将得到一个不会掉位置的免费进站。勒克劳尔进站了，汉密尔顿也进站，法拉利要搞双车换胎。好，勒克劳尔没有问题。好，汉密尔顿也没有问题。我们看看法拉利出站排在哪儿。汉密尔顿刚好压在了阿隆索身前，换胎非常给力。我们看到迈凯伦的事故回放，皮亚斯特里向左切线防止诺里斯抽头，诺里斯应该是误判了空间，直接冲了上去，导致了2车的碰撞。诺里斯从车里出来了，我们看到他比较沮丧啊，径直走回了维修区。皮亚斯特里看着也很郁闷啊，坐在了赛道一旁的长椅上，本来是能争冠的大好机会。好，事故现场清理完毕，安全车再带1圈应该就要进站了。前3名都是旧黄胎，2台法拉利，加斯利和贝尔曼换上了新的软胎，重启后的速度会如何呢？安全车进站，维斯塔潘开始压车，突然提速，比赛正式重启，不过要到下一圈才能超车。维斯塔潘迅速带开，安东内利有点跟不上，勒克莱尔咬住拉塞尔。来到发车直道，前2的距离还算安全，但是勒克莱尔离拉塞尔就比较近了，2台法拉利都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般往前赶。勒克莱尔吃到了拉塞尔的尾流，直接抽头，极限晚刹车。拉塞尔不好防守啊，轮胎的性能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勒克莱尔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安东内利，而拉塞尔还得防守身后同样用新软胎的汉密尔顿。勒克莱尔需要赶紧过掉前面的安东内利啊，因为维斯塔潘正在逐渐跑远，这场比赛的冠军还有很大的悬念。第72圈，勒克莱尔快速接近安东内利，这一圈有没有机会呢？来到第2段直道，勒克莱尔打开了 DRS， 也还不够近。第73圈，发车直道上没有 DRS， 可以等到1号弯之后再动手。
勒克莱尔再次打开 DRS， 再次往内线拼瓦刹车，成功超越上到第2。后面汉密尔顿也要用同样的动作，成功超越拉塞尔来到第4。第77圈，比赛还有3圈，勒克莱尔已经追到了维斯塔潘的身后，维斯塔潘已经跑了21圈的黄胎啊，能不能防住呢？来到发车直道，勒克莱尔迅速逼近，在1号弯直接杀入内线，过掉了维斯塔潘。但是维斯塔潘在下一段知道有 DRS， 而且他成功的把第1的位置夺了回来。不过勒克莱尔没有落下，还是咬得非常紧。法拉利更新的轮胎在低速弯的优势非常明显，过了直角弯后，他们的差距比前一圈更小。再次来到发车直道，勒克莱尔这次1号弯紧紧跟住维斯塔潘，打开了 DRS。勒克莱尔直到生吃维斯塔潘，上到了第1。在第79圈，勒克莱尔取得了全场的领先。我们看到汉密尔顿也追到了安东内利身后，大直道上汉密尔顿打开了 DRS， 直线速度差距非常大。汉密尔顿成功过掉安东内利，来到了第3。我们来到最后一圈，勒克莱尔处在第1，准备冲线了。勒克莱尔迎来了方格奇，法拉利拿到了本赛季的第1个冠军，维斯塔潘发挥稳健拿下第2，汉密尔顿拿到了他在法拉利的第1个领奖台，梅奔包揽了4-5，让我们恭喜法拉利。Let's go! Let's go! Come on! Yeah! Great job, guys. Woo. Yes. Good job, mate. 勒克莱尔和汉密尔顿在 T2 里都是欣喜若狂的同时，也如释重负啊 ！SF25 拿下了难能可贵的1胜。有请小都会市长为车手们颁奖。香槟时刻。感谢您收看本届小都会大奖赛，让我们下一届再会。